天秤天蝎座4月下旬感情趋势解读。天秤的话真的是不敢再往前走了，因为知道前面好像就是万丈深渊，但是呢又会舍不得离开，因为这边权杖七出现逆位了嘛。其实能够感觉到我们天秤的这种疲惫，但是呢又不舍，就感觉已经千辛万苦走到了今天，就不愿意那么轻易的去放弃。但是再继续的去投入呢，又感觉前面是一片漆黑啊，就看不到什么未来。包括权杖七的一个逆位是回到一个权杖六的，也是在暗示着说，在我们天秤眼中，对方的话是那种闪闪发光的一个存在，就会有一种一见钟情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其实真的是有利又有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两个人的话都很优秀，所以的话就是说周围围绕的这个人啊，其实也真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呢，就会处在这个外部环境的影响当中会比较大。其实也是一个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吧，就是两个人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其实都不是很足够，所以两个人的这个感情走到这边的话，其实好像已经是一个摇摇欲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就感觉已经是经不起任何的一个风吹雨打了啊，好像但凡有一点点的这个怀疑，都可能让我们天秤想要去放弃啊。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天秤，就是说在近期的一个感情发展当中的话，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呀等等啊。从这边来看的话，不得不说天秤好像真的没有力气再去挣扎了，就已经极度失望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天秤的话，其实就不会让别人去发现。那我们天秤在外人眼中永远是很优雅、很冷静，就是很会去伪装，但其实心里面的这种痛的话，可能也只有自己知道啊。包括这边的一个现状当中出现了一个星币国王，还是这样的一个逆位的状态。其实我会觉得一个星币土元素的逆位在这边出现，我觉得我们天秤最近会更加关注于一些现实工作的问题，也是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的这样一个行为。那国王牌的话，其实代表着我们天秤的话，真的这个工作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贵人啊，会有一些就是说提升的一个机会。那感觉上好像就是有一种上帝给我们天秤关了一道门的时候呢，也肯定给我们天秤呢去开了一扇窗。所以的话，可能感情上不是特别如意，但是事业发展上真的还是蛮不错的。那对方的话，情绪相对来说比较的低迷吧，因为宝剑九逆位了啊。其实代表什么呢？对方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种躺平了的一种感觉，就没有什么干劲儿啊，也没有什么精神的感觉。那外界的一些负面的评价也好，甚至说一些什么建议也好，对方的话直接就是已经是闭上耳朵不想去听了。更多的话，其实包括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好像也被他给搁置在那边了，就感觉他已经是完全的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不管你怎么说我，怎么看我，我都已经不在乎了啊！我也懒得去跟你们去做一些解释，其实也是一个很伤心或者说很失望的一个状态吧。那对方到底爱不爱呢？或者说在这个关系当中的话，对于我们天秤他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接着往后啊，我们看到星币五的逆位了啊。实话实说，就是说对方呢，他不是说啊想要去放弃我们天秤啊，他不是说想放弃，只是说真的觉得好像无所谓了啊，就是说这种无所谓可能也是表现出来的。其实怎么讲呢？星币土元素5号数字又是逆位，更多的是他内心的斗争感会非常强，表面上装作无所谓，但其实没有真的放下，包括他对自己各方面的条件、现实的一些问题，就会让他有点自卑，或者说有点自我否定的感觉。那一边的话，好像他会觉得说，我没有错呀，我的条件也还可以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两个人就说发生了一些争吵的时候啊，他也会不由自主的，就是去怀疑自己，开始去否定自己，然后呢，就会让自己变得比较的焦虑了。那表现在这个外在方面的话，其实他对我们天秤的话，好像也不会就是说像一开始那么有耐心和那么细心了，就也会去发一些脾气啊，包括说有一些冷暴力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啊等等啊。甚至是说的话，他可能会有报复性的去把目光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关注和关心一些其他的异性。但是呢，不是说他就真的移情别恋了啊，在他心里其实还是更在意我们天秤的，只是说呢，他就是一种伪装吧。只是说他对这个感情的话，可能因为没有信心，但是又不想丢面子，所以只能伪装。所以他也是想给自己去打一个预防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很害怕我们天秤会放弃他，毕竟天秤身边真的从来不缺乏一些选择，所以他的这种危机感的话，一直就会比较的重。但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有点过滤了啊，因为我们天秤的眼光的话，一直都是宁缺毋滥的。所以说，既然是选择了对方，那么对他的话肯定也是比较认可的。只不过呢，就是说可能最后走到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星币侍从逆位的时候的话，对方心里难免会有一些不甘心的感觉嘛。更多的话，其实我会觉得怎么说呢？毕竟是一个侍从牌，侍从牌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说对方他真的不是特别成熟，不是特别的稳重，所以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想的更多的不是说我怎么去解决，而是说放弃，或者说直接就是逃避了。
而且的话，我觉得从这边来看的话，就是土元素逆位嘛。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的话，真的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当中，对方啊，其实他的一个生活的节奏是比较混乱的，很多问题就是像一团乱麻一样，他会觉得很难去理清一个头绪，所以说也是很有挫败感、很被动的一个状态啊。那其实这种状态的话，本身就是比较危险的。就像我们这个诗人泰戈尔他曾经说过的，有的时候爱情呢不是因为你看到了才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所以才能够看到的啊。那么其实我们天秤的话，对待这个人的话，是不是还有期待？我们再接着往后看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天秤对于对方的一个态度，还是就说原来呢，还是说有变化啊。这边看到一个恶魔的正位，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说我们天秤现在也还是比较挣扎的，就是有点就是说比较拉扯的感觉，因为整张牌很暗黑的一个色调，我能够感觉到天秤内心的这种压抑和不安，就是很受情绪的操控和影响的一个状态。那一个大阿卡纳的正位，其实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天秤放不下跟对方的这种缘分感。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恶魔的话代表什么呢？暗示着一些就是说来自外界的一些诱惑啊，来自环境当中的一些其他的阻碍，也是有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们天秤的一个内心。包括可能会有一些人会给到我们天秤一些就是说安排相亲啊，或者说什么其他的社交活动啊等等。那我们天秤的话，更多的一个期许其实还是放在对方的身上。后面的话，我们看到一个世界牌啊，其实世界牌正如我前面所说，天秤会觉得跟对方在这种千万个人当中啊相遇是很难得的缘分，所以说的话，我们天秤更多的还是希望和对方有一个发展，就是说努力的去奋斗，然后能够为这段感情去铺路，也是希望两个人真的能有一个结果吧。其实我会觉得在这边我们天秤真的还是蛮有诚意的，只不过后面教皇的逆位，我会觉得暗示着说我们天秤现在可能也妥协了，也放弃了自己的一些偏执啊，或者说原则。那我们天秤可能也愿意去做一些就是说退让啊等等。但是好像对于天秤来说，追求的永远都是一种和谐的一个状态，就很讨厌分手啊，就是说分手了还结仇，就闹着很难看的那种啊。那我们天秤是什么感觉？就是有一种我就算和别人分手了，我也不想去给人留下画笔，所以天秤就算在前任眼里也一直是一个白月光的一个形象。那从这边3张大牌来看的话，我真的觉得天秤真的挺放不下对方的。那这段感情的话，到底还就说有没有一个转机啊，或者说一个转圜的余地啊？我们再往后看啊。那再往后的话，权杖四的逆位，其实权杖火元素的逆位然后权杖四本身就是一张家庭牌嘛，可以看到有这个城堡在这边代表家庭。那现在出现逆位的话，代表两个人会有一种渐行渐远的感觉，就有一种被现实压散了的暗示，就是再深的缘分也抵不过时间的消磨和现实的阴差阳错就会有一种千里之堤毁于这个蚁穴的这种感觉吧，或者说很多生活上的细节对于我们天秤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后面紧接着又是一个星星牌嘛，就是会有一种忽明忽暗的感觉。那我们天秤对于和对方的这个未来呀，好像也不是很有信心，就感觉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就是阶段性的一种就是发展。往往就是争吵冷战以后呢，又会去复燃一阵子。那两个人这个耐心呢，或者说这个激情都会比较的高一点。但是过了一阵呢，又会就是说衰落其实对方的话还是很贪恋我们天秤的一个好的，只不过呢，他的这个性格的原因吧，所以他很难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去表达出来。那么最后结局的话是一个死神牌暗示着一种希望过后的失望吧，就是一些突如其来的打击感。可能我们天秤的话也会发现一些事情会让我们的天秤的观念想法发生一些转变。那两个人的话，其实这个关系之间的话，这种隐患一直在所以综合整个牌面来说的话，相比于我们天秤对感情是比较纯粹的这样一个态度，其实对方的话真的是比较看重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就包括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些就说支出或者说工作上，我们天秤对对方的一些帮助其实都是对方比较在意的点。所以真的遇到问题我们天秤就是不要一味的自责或者说替对方去开脱，我觉得还是需要理智一点，就说理性一点去看待问题更好一点那其实根据自己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来说的话，我觉得在感情当中可能就是说最难的就是掌握一个平衡。当一方总是妥协，总是付出，总是包容，其实在无形当中的话，就会慢慢的让这个关系去失衡了，也会让对方在这个被爱的习惯当中去迷失自我。所以说想要关系长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掌握好这个度，让彼此都能够感受到爱，又不至于膨胀那以上的话，这个天秤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情况吧，就简单说到这边吧，就是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天蝎的话，真的该及时止损了其实
天蝎的话比谁都明白，感情必须要双向奔赴才有意义。但是我们天蝎就一直怀揣着一丝希望吧，还希望去给对方一些机会。而且的话，其实我看到我们天蝎的话，也更希望的是看到对方能够给自己一个回应啊，或者说有一些行动，而不是说一些华而不实的这样的一些承诺，或者说光说不做。所以天蝎座的话，已经就是不太敢相信了啊。那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女祭司啊，其实代表着我们天蝎的话，会有一种一边清醒一边又沉沦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坚持。那么对对方曾经的一些表现的话，其实我们天蝎的话真的没有什么信心啊，就是不知道和对方该怎么往下，就说继续走下去，就感觉只能不停的在退步，然后好像也看不到啊，就是说两个人的这个未来在哪里。但其实呢，我觉得两个人的过去其实又很美好，又会觉得值得留恋和怀念的部分是有的，所以天蝎就会有点拿不定主意。天蝎座的话，有种破镜难圆，然后覆水难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好像这样的一段感情经历了过去的一些事情以后呢，其实自己内心的那种创伤很难再去愈合了。那这样的一个大阿卡纳的出现的话，我觉得更多的代表着其实天蝎和对方的这种缘分感在慢慢的流失的这样的一个暗示，会让人就觉得抓不住，然后我们的天蝎就感觉这个心啊都空了的一样啊，就感觉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是如果说就让我们的天蝎就这么放下，也是很不甘心的。其实包括对方这边的话，也不是说很单纯的就想离开，我感觉他好像也是有很多的难言之隐，没有办法去跟周围的人去倾诉，甚至呢也没有办法去跟我们天蝎去说啊。包括可能他看起来好像很冷静、很冷漠，其实完全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他呢也不是说不爱我们天蝎，恰恰相反啊，他呢太在乎天蝎了，也因为太在乎了，反而觉得自己给不了我们天蝎想要的，就是给不了我们天蝎想要的那种更好的一个生活，所以说也是一个不得不去忍痛割爱的一个状态吧。其实我觉得他在面对我们天蝎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很自信啊，所以说他会习惯性的把天蝎往外去推啊，就总是自以为这样呢对天蝎更好，但是呢他没有去问一问天蝎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你们两个人的话，其实存在着这种很严重的沟通的问题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再接着往后看啊。那这边的话，我们先看到的是一个宝剑十的一个逆位，其实很明显了，有点就是说哀莫大于心死。我们天蝎的话，似乎觉得这个关系真的很难继续了。包括宝剑十的逆位的话，哪怕回到一个宝剑九，其实在天蝎的眼中，已经渐渐感受不到对方的爱和关心了，就感觉好像对方对自己的这种感情啊，已经是被时间给磨没了。那我们天蝎座在意一个人的时候啊，真的非常去注重细节啊，就会把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会去无限的去放大，然后也会反复的去拷问自己，就感觉拼命的在找对方啊不爱自己的一个证据，但是呢，其实又害怕什么呢？害怕我真的就找到了对方不爱自己的这种证据，就把自己直接是折磨的不轻啊！要不就说我们天蝎在爱一个人的时候，真的这种安全感的系数都是负的啊，就是很害怕自己会被这个鹰啄了眼，很害怕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被对方给利用，怕对方利用自己的爱意来伤害自己，就是很辛苦的用这种非常沉重的一个盔甲在武装自己的这样一种感觉，看起来似乎很坚固，看起来似乎很安全，但其实里面还是脆弱的一塌糊涂，甚至是说对方的一个关心，那我们天蝎甚至就立刻就丢盔卸甲了。即使是说表面上还是故作冷静、故作冷漠，其实心里面早就向对方去投诚了哈。那后面的话，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星币二啊，看到这个人的话，似乎拿着两个星币啊，一直有在做一个平衡和协调，代表着对方的话，可能在一些工作事业或者说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其实有在分散他的一个注意力。那他对于我们天蝎的话，也不是说不关注，毕竟是一个正位的星币土元素，只是说在他的这个心里面，其实还是很渴望能够把这段感情给落实到一个实处的，但是他现在似乎真的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安抚天蝎也好，去做一些实事也好，他是一个琐事缠身、比较焦头烂额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的话也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天蝎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啊。一方面呢，天蝎其实愿意去协助他，然后为他付出，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天蝎的话也会觉得说对方的能力可能还不足以去支撑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啊。毕竟我们天蝎其实不是说玩玩就算了的那种想法，所以说天蝎自己也是很挣扎的啊，非常的就说纠结吧。那对方的话就是又是怎么想的啊？就说对方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态度，或者说内心的一些想法。我们接着往后看啊，这边看到一个权杖侍从，一个宫廷牌啊。其实侍从牌的话是地位最低的，也能够看得出来对方对自己的一个不认可。所以说他的这种摇摆不定啊，我觉得更多的不是因为说哎呀天蝎不好，而是说呢自己好像有没有能力去承担，他在考虑这些。尤其权杖火元素的话，我觉得他对我们天蝎的一个心动，包括行动力，其实都还在。
那更多的话是被他自己的身份给限制住了啊，就不敢向我们的天蝎再去靠近，很害怕说自己的这个努力了以后呢，还是得不到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的话，其实他会觉得说，那我还不如啊，就干脆就躺平好了，躺平了不去动啊，省得失败了，对自己的打击更大啊。那对方其实很明显，真的是一个逃避型依恋的这样的一个人格啊，他也是比较的没有安全感，比较的注重这种自我的保护啊。那其实，在感情关系当中的话，永远是这种安全型依恋是最省力，然后最稳定的。你会发现，周围这种关系长久稳定的这种情侣啊，就说通常双方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原生家庭。那到了这种逃避型或者说焦虑型相恋的这种时候呢，往往真的是虐恋情深，就是越喜欢越难修成正果，很多都是会去跟这个现实去低头，然后去妥协，最终的话去选择一些所谓的合适的人啊。其实我觉得感情的这种能量也是可以调整的，这个也是我们该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吧。那包括后面我们看到一个2号牌的一个宝剑风元素，宝剑2啊，其实也就说明什么呢？对方他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就像这个人坐在这边蒙着一个双眼，其实的话真的是有在想，到底是为了天蝎去克服困难，还是说干脆放弃？那宝剑风元素的2号数字，我觉得更多的就像这个人一样嘛，处在一个思考的状态，想要去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答案。那未来这段时间，两个人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接着往后看啊。那接着往下的话，这边是一个星币8的逆位。其实我们天蝎的话，对这个关系也有很多的顾虑，包括这种现实的差距啊，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对方的一个态度啊等等，真的都有影响到我们天蝎向前迈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那这样的一个星币8的逆位的话，就会有一些小小的暗示，就是说两个人的这种家境也好，或者说工作，或者说这个外形啊种种方面吧，真的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那其实想要继续的往下推进的话，会有很多的可预见的挫折和阻碍，或者说外界的一些干预啊也好等等啊，包括其实两个人的心态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就不是那种热恋期的那种单纯的你侬我侬啊，有很多的现实的因素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人相处的一个氛围和模式。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后面一个圣杯2的逆位，其实代表着天蝎的话对对方的态度就是有一种不满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又是一个什么宝剑2、星币2，到现在的话又是一个圣杯2，这个2号数字很多啊。其实我觉得在天蝎看来的话，对方真的不够坚定，就一直在观望，那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天蝎的这种信心。那我觉得天蝎要的真的不多啊，就是对方坚定的能够去选择自己，但是呢，对方的话并没有去做到，所以说我们天蝎的这个心啊，真的也是空落落的啊，就会有一种缺了一块啊，这个呼呼漏风的这种感觉。想不通为什么啊，想不通为什么对方呢就不能够坚定一点。那其实的话，我们天蝎真的也是很累了啊，也不愿意再去强求对方了，所以后面又是一个圣杯8嘛。也看到了这个牌面上的话，这个人的话好像拄着拐杖要离开。其实我们天蝎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那么执着了，就感觉心痛的已经麻木了，也不想再卑微的去祈求了，就顺其自然吧。其实也是有一种赌气的成分在其中啊。那就是有一种你没有想好要不要爱我的话，那我就先自己爱自己吧。因为天蝎座的话，真的就是很骄傲，就是那种我在意你的时候呢，为你去做什么我都 OK 啊，我都可以。那我放下的时候，你再去跟我说些什么，真的就为时已晚了。那对方是不是像我们天蝎就是想的一样呢？我们接着往后看啊。那接着往下，我们看到一个权杖7，一个圣杯王后，还有一个世界牌的一个逆位。其实从这边来看，我觉得对方可能有一点病态的心理啊，就是我们天蝎你往前的时候，他往后退；那我们天蝎你要是放下了要走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慌了神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天蝎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只有我们天蝎放下了他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意识到，哦，自己其实是很在意天蝎的。没有天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他是真的去接受不了的，甚至说不敢去想象啊，就是说无法想象天蝎不在自己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真的我觉得更多的这个对方就是很悲观啊，悲观主义，而且是很消极的性格。一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他不是说哎呀我想着怎么去解决，他就会觉得说哎呦两个人不合适啊，或者说自己是不是配不上啊，我们天蝎也好，或者说就想去放弃了。所以说就会让我们的天蝎就觉得太累了，太疲惫了。一边说要去一个人面对问题，一边呢还要去安抚对方，时间一长的话，真的就很难再继续往下坚持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后面一个圣杯王后啊，圣杯水元素啊，再加上世界的这样一个大牌，其实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和缘分都还在的，我们天蝎的一举一动还是能够去牵动对方的一个心，但是
你们两个人的话还是缺乏了那种对彼此、对这段感情的一个信任，所以说不稳定感啊还是非常的重啊。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段关系还挺典型的，因为在我身边啊，包括平时听很多粉丝的一个自述，常常也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吧。其实我们在感情关系当中，好像总是会这样啊，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害怕真心被辜负，害怕这个什么付出得不到回报。那当你想的越多，其实你身上的这种负累就越多。就像《千与千寻》里面说的那句话，就是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是正确的，不管有多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加接近幸福。那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呢？其实我觉得心之所向就是正确的方向啊。那以上的话是我们天蝎的这样一个近期的一个感情发展的一个解读吧，就说到这边，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啊。